他从马桶里捞出杀害妻子的证据，虽然味道几乎令他呕吐，但还是硬着头皮一张张的吃了进去。堵他的警察并没发现异常，只是从他口中闻到了一丝香气。原本他的杀妻计划天衣无缝，将一种特殊毒药倒进酒杯里，等到富婆妻子喝下，就一定会死于心脏病，而他不仅可以继承巨额财产，还能和女友幸福的共度余生。然而还没等到妻子尸检，他就接到了警察的传唤电话，因为他妻子的尸体在停尸房离奇的失踪了。当时值班大爷发现柜门开着，走过去查看时，却突然受到某种惊吓，疯了一样的开始逃窜，最后在马路上被车撞伤，昏迷进了医院。相比于诈尸，警察更相信是有人偷了尸体来逃避法医的尸检，而阿伟面对警察的盘问却丝毫不慌，因为尸体本就不是他偷的，并且就算找到了又能怎样？那种药剂根本就检测不出来。阿伟让警察放他回家，谁知就在这时，走廊的灯忽明忽暗，没一会儿就跳了闸。阿伟被赶回了审讯室，可就在他看着警察修灯时，身后的停尸房突然发出一声巨响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阿伟走了进来，发现支架上有一个铁箱，里面居然放着妻子的遗物。这时旁边的柜子又莫名打开，走过去一看，竟是他下毒的药剂。阿伟人都傻了，这东西只有自己知道，怎么会凭空出现在这儿？突然房间的灯亮了，阿伟赶紧将药瓶藏好。警察进来后发现遗物箱被打开，里面还少了一部手机，他们怀疑是阿伟偷的。为了证明清白，阿伟将身上的所有物品掏出来给他们看，当然那个药瓶除外，但警察依旧不相信，强行从他兜里搜到了药瓶。阿伟连忙解释说自己是药剂师，身上带着药瓶不是很正常吗？但警察非要检测没问题后才肯放他回家。阿伟来到厕所，立马给女友打去了电话，因为下毒的事儿只有他们两个知道，可是女友并没有告诉其他人。那么药瓶到底是谁放的呢？就在阿伟惶恐不安时，警方又在屋外发现了一串脚印，旁边的通风口也被破坏了，而他刚好连接着监控室。阿伟被带了过来，因为他的脚码跟那个脚印相同，所以警察怀疑是他利用通风口进来剪断了楼内的监控，并且从通风口偷走了尸体。不过让警察疑惑的是，监控室的日历表还有门上的密码也被人改成了一串日期，2012年3月20号。阿伟彻底懵了，因为这个日期的时间是他跟妻子共同的一个秘密。而就在这时，不知道是谁触发了火警系统，整个大楼都在喷水。阿伟趁着警察去寻找原因，偷偷来到一个房间，准备给女友打电话汇报情况，结果却在架子上看到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的正是女友的名字和住址。更恐怖的是，他又在窗边看见了一个红酒杯，难不成妻子并没被毒死？而这一切也都是他精心策划的。就在阿伟思索不清的时候，停尸房突然传来一阵手机铃声，阿伟小心翼翼地走过去，发现手机就在这具尸体里面。装尸体的袋子里传来了手机铃声，男人颤颤巍巍地拉开布袋，将手伸进去拿出了手机，发现竟然是他去世的妻子打来的。男人壮着胆子接通电话，可对方却挂断了。他翻看通话记录，发现全是妻子的未接来电。男人尝试着打过去，这次有人接了，是个餐厅的服务员。阿伟问他手机怎么来的，他却说是今晚在厕所里捡的。阿伟说不可能，我妻子在今天下午就死了。阿伟并没有说谎，因为他亲眼看着富婆妻子喝下了他准备的毒酒，但尸体却在几小时后凭空消失了，并且遗物箱里的手机也没了。他从服务员那里得知了餐厅名字，竟然是他和妻子常去的一家餐厅。他立马拿起尸体前的信息牌查看，上面写着一个律师的名字拉希。阿伟突然想起，这个拉希曾经就和妻子在那所餐厅很是亲密，他觉得这个人应该有问题，于是就给女友打电话，让他上网查一下拉希的底细。可就在这时，警察检测出了那瓶药剂的成分，于是再次将阿伟叫到审讯室。警察说，你的药能让人在8小时内心脏衰竭，而你的妻子恰好死于心脏病，你还说不是你杀的人。阿伟表示，你是不是2B呀？要是我杀的人，我还把杀人证据放在兜里让你发现吗？警察笑了笑，直接拿出了更有力的证据。原来他通过调查发现，阿伟的富婆妻子早就知道了他出轨，并且已经拟好了离婚财产分配，还雇了私家侦探背地里调查，只要发现第三者，那他就会净身出户。警察还告诉阿伟，那个私家侦探的名字叫拉希。阿伟听后瞬间不淡定了，拉着警察就让他看拉希的尸体牌，可万万没想到，上面写的居然不是拉希，难道出现幻觉了？阿伟不甘心，一把掀开了尸体袋子，谁知里面竟也是个陌生男人。阿伟彻底懵了，来到厕所狂吐不止。就在这时，警察派去调查拉希的助手打来电话，说在拉希家并没找到阿伟出轨的证据，但是有人拿走了他的电脑硬盘。而阿伟则趁机偷偷给女友打去电话，问他调查的怎么样了。可女友却说那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就在刚刚，他收到了一个匿名信封，正是拉希丢的硬盘，里面存着上百张他们两个的亲密合照，还有一段他密谋杀妻的录音。阿伟终于明白，妻子早就知道了下毒的计划，他肯定还活着。阿伟害怕女友遭到妻子的报复，让他赶紧跑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女友刚走出家门，一辆汽车就冲了过来，听着电话里传来的撞击声，阿伟知道女友出了车祸，他疯了一样的冲出厕所，想要去外面救女友，但警察怎么可能放他走？阿伟的情绪越发激动，警察只好劝他冷静点。阿伟醒来时已经是第2天了，为了能快点脱身去救女友，他决定跟警察坦白自己的所有秘密。
男人亲手杀了他的富婆妻子，因为妻子从没把他当做老公，而是当成了儿子。比如每天的穿衣打扮要听他的，去哪儿吃饭吃什么也要听他的，甚至有时他想去上班，妻子也会打电话让公司辞退他，好让他留在家里品尝自己做的梅菜扣肉。要是期间多来了碗米饭，妻子就会拿出新买的车钥匙，以奖励为由送给他。这样的生活阿伟一过就是10多年。就在他已经生无可恋时，一个女孩闯进了他的生活。起初二人相处不错，可是3年后，女孩非要他做出选择。阿伟在钱和情之间徘徊了很久，最终决定用毒酒杀害妻子，让她死于心脏病，自己好能一举两得。谁知妻子早就洞察了一切，在他转身时，偷偷将红酒杯换掉，然后当着他的面全部喝光。而妻子为了把戏做足，还提前吃了某种药物，进入假死状态。等药效一过，他就可以偷偷溜走。而警察发现尸体被偷，就会认为是有人在阻碍尸检，只有这样，阿伟才会变成真正的杀人凶手。听完阿伟以上的猜测，警察表示根本不信，还认为他就是在编故事。阿伟说：“信不信随你，反正我只知道我的女朋友出了车祸，你们应该马上去救她。”可就在这时，警察接到一通重要电话，搜查队在阿伟的家里发现了停尸房的建筑地图，还在他车里发现了铁锹、遮面帽以及和现场脚印相符的运动鞋。与此同时，停尸房的值班大爷从昏迷中醒了过来。据他交代，尸体被偷的时候，他先是看见一道黑影，然后女人的尸体就莫名出现在了电梯里。他不敢上前，等到电梯门关闭后，拿出手机报警时，电梯门又突然打开，而女人的尸体却不见了。接着冲出来一个黑衣人，对着空气疯狂开枪。大爷见状吓得四处逃窜，最后在马路上出了车祸。面对铁证如山，阿伟依旧咬定妻子没死。他说，妻子一定是怕自己醒不过来，串通了一个黑衣人，在关键时刻给他打了1针肾上腺素，确保他能保住小命。但警察就是认为他在撒谎，于是将他押上警车，不知是拉去监狱还是精神病院。半路上，警察被同事拦下，他们在附近发现了一具尸体，打开一看，正是他的妻子。阿伟瞬间崩溃。然而更让他崩溃的是，警察说，你一直让我们去救你的女友，可当我们赶到他家一看，那所房子已经空了很多年，就算打听附近的邻居，也根本没人认得他。也就是说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想掠夺妻子的财产，给我们凭空编造的故事，再拿我们当狗耍。阿伟听后瞬间傻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不成自己脑子真出现了问题？还没等他想通，警察已经让同事处理现场，准备将阿伟抓回警局，但他却挣脱束缚逃走了。而警察则不紧不慢地在后面跟着。阿伟没跑多远，突然体力不支摔在了地上。警察走过来问他：“你真以为你精神出了问题？先别急着回答，听听我的故事。15年前的今天，我带着妻子和女儿外出，却不幸发生了车祸。可原本我妻子是不用死的，谁知对方却直接跑路，导致她硬生生在车上扛了1个多小时，才痛苦的去世。而我的女儿在慌乱中，只记得对方车上挂着一所酒店的吊坠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在调查，最终让我找到了那辆车，而车的主人就是你和你的富婆妻子。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，不信你看照片里的女孩，她就是我的女儿。从一开始她让你做选择，到后来我偷尸体，然后伪造证据，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让你以为妻子还活着，来找我辩论。而你承认毒死妻子的过程，全都被我录了下来。不过已经不重要了。还记得你给妻子下的毒吗？还记得我女儿递给你的酒杯吗？她的酒里也放了同样的毒药，能让人在8小时后心脏衰竭，并且不留下任何痕迹。而你从被我叫去停尸房开始，到现在刚好8小时。要是不信，就看看你表上的时间。Pronto se reunirá con ella.